我外出散心时，遇到个卖身葬父的少年，他跪在地上，湿漉漉的眼睛盯着我看。我突然明白了，夫君为什么总会偏袒他那柔弱外室。你的债我替你还，走，跟我回京。后来常年不回家的夫君发现了他，竟以死相逼，只求我跟他断开。我把今晚送走，求你跟他断了好不好？书燕的生辰快到了，这方砚台送他倒是合适。这两人还真是丝毫不顾及半点体面。随便看，看中什么，本姑娘给你买。小财迷今天竟然这么大方，可你的钱还不都是我给你的？你的人都是我的了，还计较这点钱？马上就是你的生辰了，一定是要回侯府的。我怕你到时候见到那个老陈婆就把我给忘了。给我记好了，回了侯府就睡书房，不准跟他同床，不然我就再也不理你了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就招惹了你这个小醋台子？放心，我看到那老妇就心烦，怎么可能会碰他？我站在不远处，看着那曾经温柔喊我娘子的男人，一口一个老妇的叫着，心里竟然半点悲痛也没有。若我没记错，温时安比我还要大3岁，我是老妇，那他是什么？不知羞耻的老男人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嘴上装模作样发问，眼底全是质问和防备，摆明了怀疑我是跟踪他们来的。姐姐怎么也在这里？不会是跟着我们来的吧？还真是低山臭水遇知音，两烂人想到一块儿去了。掌柜的，帮我把选好的砚坛包装好，麻烦快些。慢着，这玩意儿不错，我要了。姐姐不如把东西送给我吧，反正你送温时安，他也不会要的。掌柜的，快些帮我装好，别耽误我和时安的时间。小姐，这方砚台是宋小姐先看上的。掌柜的，不用管他们，继续打包。宋掌柜，您拿好。宋灵一，你站住！姐姐，别白费功夫了。时安现在看都不看你一眼，你还妄想着给他买生辰礼物，让他回心转意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他不仅不会收你送的东西，还会当场把它丢掉。不如把砚台给我，我拿着它还能博时安一笑。把包裹给我！休想！一个东西而已，今晚要就给了他，至于闹成这样吗？又是跟踪又是打人，宋令仙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堂堂侯府夫人跟个泼妇有什么区别？这演技不去梨园搭盘子唱戏真是可惜了。温时安，你这双眼要是不用，捐给有需要的人行吗？你，温时安，拿镜子好好照照你那张脸，一个不知羞耻的老东西，也值得我跟踪？我数到3，再不让开，我不介意让你体会一下我真打人是什么样的。怂包！李汉亚，山珍海味吃多了，真当自己是千金小姐了，忘了自己是从哪个泥沟里爬出来的了？3年前，温时安开始变得不对劲，他看我的眼神依然亲和，却像隔着一层照不进光的雾。阿石，回来了。婉婉，以后这院子就只有我们2个人了。那人竟是青婉，或者说是那个曾经被温时安救回来，又借口跟随青梅竹马离开的李汉亚。城西那个院子住着谁？你既然跟踪我，想必都看清了，也好，省得我终日良心不安。
良心不安。温氏安，她是府里出去的丫鬟，你当初怎么跟我保证的？你说我们要白头偕老。今晚娇俏灵动，我动心也是人之常情。宋令音，你是主母，拿出点胆量来。我将她养在外面不进府，已经是全了你的面子。度量，你要那一个骗子，还要我笑着点头。你要是敢再见他，我现在就死给你看！都一把年纪了，学什么小姑娘寻死觅活？宋令仪，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别像个疯子一样，真让人倒胃口。温时安，你当真要搬去书房？你让满府的奴才怎么看我这个夫人？今晚心思重，又爱吃醋，最是见不得我和你同住。我得哄着她，不然她又要哭得眼睛红肿。她爱吃醋，那我呢？我们10年的情分抵不过她掉2滴眼泪。情分，宋令仪，你每天除了查账就是管理家事，枯燥的像块石头。今晚是我的解语花，而你只是这个宅子的管家。青梅竹马，竟只换来一句枯燥如石。我守着空宅，在无数个深夜里以泪洗面。父母早逝，我连个退路都没有。令仪，为了那种自私的男人熬干了心血，值得吗？你看看这江南的春色，哪一样不比那没良心的男人好看？我只是不甘心。不甘心是因为你见的人太少。孩子，男人不过是这世间的消遣，若是这消遣让你不痛快了，换一个便是。换一个。在江南的半年，我终于明白，眼泪是最无用的东西。也是在这里，我遇见了江疏燕。回忆那些糟事，只会让我更觉得自己3年前的眼光有多差。幸好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那份廉价的深情了。去城南别院。你疯了！青天白日的，让人瞧见像什么样子？好几天不见，夫人怕是早已忘了这处别院。怎么，在忙着为你那夫君筹备生辰宴？胡说八道什么？夫人别忘了，我的生辰也快到了。夫人的心，哪怕只分我一半，我也知足了。初见时他还是个清瘦单薄的少年，这1年半竟蹿得比我高出1个头。我那是想着你在学院读书辛苦，不忍心打扰。喏，今天专门去文宝轩给你挑了生辰贺礼。夫人对我这样好，可阿燕如今却没有什么可以回报的。谁说没有？你好好读书，日后若是能考取个功名，便是对我最大的回报。我定不负夫人所望，待我高中之日，定要让夫人能光明正大的站在阳光下。我其实并不在意他的回报。温时安能在外面大手大脚养外室，我有父母留下的嫁妆，凭什么不能花钱买个开心？有了温时安那个前车之鉴，我对他倒没那么多指望。若是真想现在就回报，那用点其他的办法也行。江疏燕，你慢些！又去哪儿了？成日里不见人影。出去透透气。
想必是去为我的生辰宴采买东西了。今年你打算怎么操办？虽然我不喜张扬，但几个交好的大人还是要请的。温侯爷在说什么梦话？你没买东西，那你在外面晃了一整天是在做什么？宋令仪，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男人真是自以为是的可笑。打从他带回清婉那天起，府里的琐事我都丢给了管家，哪还有心思替他操办生辰？哼！你给我站住！宋令仪，你作为当家主母，成日里不着家，这像什么体统？传出去，旁人要说我温家门风不正。门风不正？温时安，你带着外使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体统？我不过是出去散心，你倒急了。那能一样吗？我是男人，你是侯府夫人，怎能如此不知羞耻？温时安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宋令云，你脖子上是什么？你说这个，被虫子叮了一口罢了。温侯爷管天管地，连我被什么叮了也要管。你又在耍什么花样？虫子？什么样的虫子能叮出这种痕迹？宋令仪，你当我温时安是傻子吗？你捏疼我了。温时安，松手！这是旨意，还是你到底在外面做了什么？我做什么与你何干？温时安，别忘了你那宝贝外使清婉的嘱托，他可是再三叮嘱，不准你回府后多看我一眼，不准你跟我进一间房。你要是再拦着我，我可就要请清婉姑娘来好好管教一下你了。宋令仪，你站住！你是不是背着我养了男人？关你屁事！宋令贤，你敢！第二天，温时安早早去上了朝。我闲来无事，去名下的铺子转了一圈。宋姑娘，我们小姐心疼你，特意让我送个东西给你。我们小姐说了，您成日里独守空房，连夫君的面都见不到，怪可怜的。这可是侯爷贴身用的物件，送给您，好让您夜里疏解疏解相思之苦。这李寒鸦倒是真长本事了，拿这种安杂东西来恶心我。3年前我会气得发疯，可现在我只觉得这布料还没我那别院里的擦脚布柔软。嬷嬷，这丫头规矩不好，教教她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可是小姐的人！你敢动我一下，小姐定让侯爷把你赶出府去！狗仗人势的东西，她清婉算哪门子小姐？不过是伺候了温时安几天，花了他2个脏钱，真把自己当主母了。回去告诉他，想撒野滚回他的泥沟里去，再敢把这些脏东西往我面前递，我不介意亲自去掀了他的窝。宋令贤，你今天是不是派人去清婉那儿闹了？椅子呢？你这是什么待客之道？这不是客邸，是我宋令仪的房，不相干的人站着听就行。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今晚不会影响你侯夫人的位置，你就不能大度点让让她，
你还有没有点施家夫人的风范？看着他这副虚伪的嘴脸，我只觉得3年前的自己真是瞎了眼。难怪你们温家会没落。你什么意思？我感慨你这猪脑子，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。温时安，当年你殿试该不会是买题了吧？就这智商，没有我爹当年的扶持，你早该回乡下种地去了。宋令熙，你敢质疑我的才学？好好看看，这是你那心肝送我的贺礼。没认出来，要不你凑近闻闻。闻闻上面有没有清婉身上那股子廉价香味儿？毕竟这帕子是你昨晚刚拿来给他擦过身子的吧？这是意外，定是丫鬟拿错了。别演了，你那小娇娇就让丫鬟来找我，说我独守空房寂寞，送这玩意儿让我睹物思人。他只是小孩子心性，没想那么多。够了，萌萌，送客，我要休息了。走。宋令贤，你敢撵我？我是这府里的主子。宋令贤，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侯爷相公吗？没有，滚远点！门外霎时没了声。那男人要脸，这会儿估计气得在原地跺脚。以前我怕他走，现在他多待1秒，我都嫌这屋子里的空气脏。去，给我搬个凳子来，我今天在这儿陪你用早膳。宋令喜，你到底教了这帮奴才什么规矩？还是去陪你的清婉吃吧，我怕看见你那双帮他擦过身体的脏手，我会把昨晚的饭都吐出来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昨天的事，是我误会你了，对不起，这样总行了吧？知道了，道歉收到了，你可以出去了。你们一个个都瞎了！我是侯爷！看来是我平日对你们太宽容了，让你们忘了谁才是这府里的主子。来人，去把田总管给我叫来。我撑着下巴，饶有兴致地看着他在这儿耍猴戏。温时安大概忘了，这府里的每一块砖，每一个下人的月钱，可都是我宋令仪在管着。我让你们走！侯爷，怎么是你？田禄呢？回侯爷，田总管前些日子病了，夫人见他操劳过度，便提拔奴才从厨房出来，顶了他的缺。病了？那他现在如何了？董协，你一会儿去账房支点银子去瞧瞧，若身体大好了，还是让他赶紧回来。这府里的大事他才经得住。田总管2个月前就告老回乡了，说是年纪大了，想回老家抱孙子，夫人还特意多给了50两安家费呢。告老？这么大的事，怎么没人告诉我？宋令仪，田管家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是府里的老功臣，你私自打发他走，眼里还有没有我？侯爷，您这话可真冤枉我了。当初您不是亲口说的吗？让我管好内宅，别拿这些琐事去打扰您和清婉姑娘。我这可是听您的话。再说了，田管家走的时候，您正陪着清婉姑娘在城外放风筝呢，我哪敢扫您的兴？温时安环视四周，这才发现满屋子的丫鬟嬷嬷全是生面孔。他大概做梦也没想到，短短3个月，这侯府的天早就变了。那之前伺候你的那几个人呢？翡翠和兰心哪儿去了？翡翠年纪到了，我看她伺候多年不容易，便替她寻了门亲事，发了嫁妆放出府了。那兰心呢？兰心啊，她手脚不干净，竟敢偷笑我名下的红宝枝头面，我这人眼里揉不得沙子，直接送了官。按本朝律例，这会儿大概再去边疆流放路上了吧。宋令仪，
你现在还真有几分高门主母的手段了。夫人，孙家那边传信，翡翠嫁过去后，那丈夫是个烂赌的，喝醉了就打她。他托人捎话，求您救救他。救他？当初清婉进屋偷情，他在门外望风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求我救他？奴才明白了。给他家人一笔钱，让他们去孙家闹，就说侯府放出去的人容不得旁人欺辱，这也是我最后能给他的体面了。10几岁时，温世安总是笑我太过懦弱，被人欺负了也不知道还手。怡儿，你就是太好说话了。不是还有你护着我吗？所以我得赶紧把你娶回家供起来，让这世上再没人敢欺负你。田管家办事稳妥，这2个丫头也机灵。往后家事你别操心，只管跟我风花雪月。刚成婚那几年，他确实待我极好，直到他奉命出京，带回了那个叫清婉的孤女。姐姐生得真好看，像画里的仙女。清婉没家了，以后定把姐姐当亲人伺候。好妹妹，以后就在府里住下。我亲自放进来的，是一条淬了毒的毒蛇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姐姐，我见兄长操劳，才想着帮帮忙。清婉心疼我这个兄长，怡儿你别多心。兄长温世安，她什么时候成侯府小姐了？一个收留的孤女，没名没分的待在书房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她年纪小，不懂规矩，你何必这么大火气？过几日让她跟着翡翠学做事，别整日在这晃荡。依你便是，都听夫人的。姐姐，这是我失散多年的同乡大哥哥，他今日进京寻亲，正巧碰见了我，说要带我回老家安置。这倒是桩喜事，总好过在府里当个使唤丫头。我那时还心疼的送了她不少缠头银子，祝她归家平安。直到后来我在城西别院撞破那场荒唐，原来那个老乡竟是温世安找人办的，他们竟然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演了整整半年的戏。温世安，清婉今天公然闯进府里挑衅，还说你昨夜在那儿留宿了，你管这叫骄纵？清婉性情纯良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，怎么可能跑来挑衅你？宋令仪，我看你是疯了，故意给他泼脏水。田管家，你守着大门，你没看到他进来吗？夫人，老奴在府里做了几10年，从来不打诳话。今日老奴真没见到清婉姑娘进门。侯爷，老奴记得皇上赐婚是在今年初。翡翠、兰心，你们总该看到了吧？就在刚才，他在院子里跟我顶嘴。奴婢也没瞧见。夫人，莫不是您日有所思，白日里做梦了？为了争风吃醋，你竟连这种下作手段都使出来了。那一刻，我通体生寒，我以为我是这宅子的主母，可原来连贴身的丫鬟和管家都是他温世安的帮凶。绝食？宋灵仪，你以为这种撒泼打鬼的手段能留住我的心？你就算饿死在这儿，我也只会觉得清静。大夫！我在床上养病期间，清婉成了府里的常客，可没有温世安的允许，他一个外室，怎么可能在侯府出入自如？姐姐，石安昨晚太凶了些，把这都扯坏了。我想着你针线好，不如帮妹妹补补。
滚出去！石安说，这颜色最衬我。昨天亲我的时候，他把这颜色都吃干净了呢。姐姐，你要是寂寞，就多看看石安的里衣，点物思人吧。也是在那一刻，我终于彻底绝望。后来，我去江南散心，姨母管理后宅多年，一眼看出我身边的丫鬟跟我不同心。谁？令姨，你在我这儿住了半年，可你2个丫鬟眼里还是只有京城那位。他们现在是侯爷的人，自是听他的。胡闹！你是侯府主母，府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，若不能随你心意，那你这夫人当的有什么意思？等回了京，我便去求和理。这侯夫人，谁爱当谁当。糊涂！温世安是庶子出身，没你娘家扶持，他能坐上世子之位。你和离了，正好腾位置给那外室。傻孩子，夫君的心不在又如何？你要的是这侯府的生杀大权，可他终究是这府里的主子。主子？谁握着银钱，谁管着奴才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令姨，你要学会收网。回京第一件事，我就让田总管的马车出了意外。田总管年纪大了，这身外之物多了招人眼。既然受了伤，就拿着这笔遣散费回乡吧。而他刚出城就被劫了个精光，也是他应得的后果。夫人，求您别赶奴婢走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以后一定死心塌地伺候您。翡翠，我待你不薄，供你弟弟读最好的书院。可你当初帮着清婉在门口望风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的主子吗？至于你，夫人饶命，奴婢再也不敢了。送官吧，偷窃主子名贵首饰，流放3000里，倒是个好去处。温世安那时候正忙着跟他的解语花腻歪，连府里下人被我来了大换血都不知道。等他反应过来，这侯府早就不姓温了。后日就是我的生辰宴了，我看王总管准备的挺周全。令贤，辛苦你了。王总管办事我放心，我不过是动动嘴皮子，谈不上辛苦。以往这些事，你都是亲力亲为，还要亲手给我做一碗长寿面。你也说了，那是以往，现在我见了你就反胃，怕是做出来的面里带了毒，侯爷敢吃吗？你非要这么夹枪带把的说话吗？今晚我在这儿留宿，我们很久没好好说话了。留宿？今晚那边我会去说。那老妇便是脱光了衣服，自荐枕席，我也只会觉得恶心。陈嬷嬷，送客。陈嬷嬷，把侯爷用过的碗筷全扔了，我嫌脏。侯爷，您慢点儿。
夫人好狠的心，这么久才来看阿健。阿健在府外转了好几圈，都见不到夫人的影子。明日是温实安的生辰，府里事多，实在是不得闲。夫人走得这样急，莫不是心里还惦记着那个不把你放在心上的人？明日课多，我得出场。你的文章我带走了，明日交给太傅夫人。若是得了青睐，你便能早日高中。阿燕只想早日高中，把夫人从那深宅大院里接出来。宋令心，宋令音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特意选了离清婉最远的地方安置阿健，没想到温实安这厮竟带着外室来这皮皮巷子寻欢，真是冤家路窄。他是谁？你们在做什么？夫人，这位看起来年纪颇大的大叔是谁啊？宋令瑜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他是谁？就是你看到的这样。所以上次脖子上的红印是这个小白脸弄的。你们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大叔，说话别那么难听。我与夫人是情投意合，不像你，家里放着明珠不护，偏要去外面捡瓦砾。你这无耻的小畜生！阿燕哥哥，阿燕哥哥，这称呼倒是有趣。夫人，我不认识这个脏女人，你别误会。你敢碰她，我杀了你！你这老男人，吃软饭爬上高位，还有脸在外面养外室，你这种烂货根本配不上夫人！我打死你这个靠女人养的小白脸！宋令瑜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敢玷污我的阿健哥哥！一口一个阿健哥哥，怎么，你心里还惦记着别的男人？我没有，你胡说！温实安，你听到了吗？你护得跟眼珠子一样的宝贝，心里可装的是我养的男人。去，把他们拉开。我今天非要他的命不可！温实安，明日是你的生辰宴，若是你想让全京城的同僚都知道你头顶长了草，顺便看看你这位心怀他人的外室，你就尽管闹。宋令轩，你狠！阿燕，回去歇着。回家！我看你回去怎么跟我交代！是我不好，留你独守空房，才让你被外面的野男人勾引。令尹，今晚我会好好疼你，咱们把那些人都忘了。怎么会这么多？宋令仪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怎么敢让那种东西留在身上？温实安，别摆出这副受害者的嘴脸。你能养外室，我为什么不能养外男？你是女人，若是被人知道了，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！你这就是在糟蹋你自己！糟蹋？跟一个懂我、疼我、体力好的年轻男人在一起叫糟蹋，那跟你这个满身脂粉味的男人睡在一起叫什么？叫受刑吗？以前我哭着求你回来，你说我年纪大了，不该贪图情爱，今晚上门扇我耳光。
你的好管家说我是在做梦，你也信了？我不知道他们竟然敢……你不是不知道，你只是不在乎。现在觉得痛了，可我告诉你，跟江书燕在一起的每一刻，都比在侯府守活寡要痛快100倍。跟他断了，立刻断了！我也把秦婉送走，咱们重新开始。不断。宋令兄，我累了，侯爷请回吧。既然你要跟我重新开始，那这房间让给你，我去城南别院睡。你敢出这个门试试？我去书房，你就在这儿待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他落荒而逃的背影，像极了一条丧家之犬。石安成婚多年，怎么还跟新婚小年轻似的，一刻也舍不得放开夫人的手？夫人这半年去江南松心，我是日夜难眠。如今再不抓紧些，怕她又要飞了。这双手昨天刚摸过外室，今天又来装深情，真是恶心透了。令仪，我早晨许了个愿，希望咱们能回到以前，一辈子走下去。温世安，这种话除了让我烦躁，没有任何用处。以后我们各不相干，不同意，咱们就和离。我死也不和离。我的生辰礼呢？你那天在文宝轩买的燕丹，是给我的，对不对？那是给阿章准备的。温世安这几日像是中了邪，每日赖在我房里不走，翻来覆去说着以前的旧事。令仪，你记不记得咱们大婚那天，红烛燃了一整夜？温世安，既然你这么怀旧，这些东西你拿去。这画是你握着青婉的手画的吧？这肚兜也是他送来，说你昨晚太猛撕坏了的。你不是想怀旧吗？看看这些旧物够不够分量？这些东西怎么会在你这儿？我以前舍不得扔，是想提醒自己有多蠢，现在给你看，是想看看侯爷心里那个可怜的青婉到底有多恶毒。把这些东西全部烧掉，拿走，统统拿走！陈嬷嬷，去城西把青婉接来，就说侯爷病重，既然是他心尖上的人，让他来贴身伺候。是，老奴这就去。温世安醉生梦死，我可没工夫陪他演戏。太傅府递了帖子要见阿燕，那才是正经事。那日青婉叫你阿健哥哥，你们到底是怎么个认识法？邻居，以前他总想翻墙进我屋，后来我在墙根铺了一层牛粪，他摔进去沾了一身，全村都传遍了，他这才歇了心思。竟还有这种旧事。后来村里遭难，他偷了爹娘攒下的全部家当跑了，音讯全无。我爹娘病重没钱安葬时，
我才知道什么叫人心薄凉。邱夫人，快回去看看吧！侯爷醒了，见着青婉姑娘正发疯砸东西呢。不是有青婉陪着吗？既然病了，何该让他最心疼的人守着？他砸什么？侯爷瞧见青婉姑娘就像见了鬼，连药碗都掀了，那满屋子的名贵瓷器快砸光了。青婉姑娘在门口哭得撕心裂肺，谁也劝不住啊。夫人，不可！温世安现在就是个疯子，醉了酒，万一伤着你怎么办？他那点力气，也就只能对着死物撒气。我陪你回去。若他敢动你一根手指，我便拆了他的侯府。阿燕，你听着，太傅正看重你，你前程大好，别为了这种破事沾上是非，惹得一身糟。夫人，再迟些，只怕书房都要被侯爷拆了。走吧，回去看看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温世安这人，以前觉得他性情沉稳，如今看来不过是顺境里装出来的假象。一旦梦碎了，他比谁都输不起。温世安，这些瓷器都是我陪嫁里的孤品，你要败家，也别败我的东西。灵姨，你回来了。你是不是又去找那个小白脸了？是，所以呢？灵姨，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明明当初不是你先开始的吗？你养外史的时候，想过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吗？现在装出一副受伤的样子给谁看？我不爱他，我只是觉得日子太淡了。他活泼有活力，我以为那是爱。看到你对别人笑，我才知道我根本不能没有你。温世安，你这不叫爱，叫自私。你既想要我的家世名声，又想要他的温情活力。如今发现两头都落了空，才想起我的好。求你，别跟我和离，我这就送他走，咱们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世安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一个姑娘家无依无靠跟了你，你竟说从没爱过我。你还在这儿做什么？滚！我能去哪儿？我父母把我卖给人牙子，是你救了我。还演？我查过了，什么贩卖？是你偷了爹娘的家当逃出来的。甚至前几日，你还偷偷去找过江淑燕，想撺掇她带你私奔。对，我是找过阿燕哥哥，他年轻，他比你强100倍。连宋令言都知道选他，我凭什么不能？闭嘴！宋令勋，你有什么了不起？不就是投胎投的好吗？我继父第一天就讨厌你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凭什么好男人都是你的？我就要抢走你的夫君，让你变疯变傻。可惜啊，温世安就是个怂包，他在我床上的时候还得靠吃药才能起来，真是可笑。把青婉姑娘拉出去，塞住嘴，送回城西，别脏了我的地方。放开我！走！你慢慢醉吧。对不起，令姨，那次你昏过去，我真的很担心。我赶回家想道歉，可你冷脸对我，我从未被你那样对待过，才赌气离开的。道歉？你当初在文宝轩羞辱我时，在别院跟他翻云覆雨时，怎么没想过我会冷脸？到底要怎样你才肯原谅我？我把心掏给你看行不行？温世安，
你不明白，伤害已经造成了，你现在这种深情，只会让我觉得恶心透顶。这世上的原谅，若都能靠事后的自我感动来换取，那颗曾经死掉的心，又该找谁去赔呢？这是您最爱的百合羹，令姨，这是我盯着小厨房熬了1个时辰的，你尝一口，就一口。没胃口，拿走吧。宋令爷，你不能走，我不许你走！阿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别离开我，别走！我不去西城了，我把那宅子封了，秦晚的东西全烧了。令爷，求求你看看我，别把我当成死人行吗？哪怕你恨我、打我、骂我都好。温时安，我已经不恨你了。因为恨也是需要力气的，而我对你，已经连那点力气都懒得花了。曾经我求而不得的深情，如今在他眼里成了救命稻草。可他忘了，被水淹死过一次的人，再也不会觉得那水是温柔的。求求你，姐姐，我腹中已有了侯爷的骨肉，求求你给我一条活路，别把我们母子赶尽杀绝。李寒鸦，你是不是忘了，侯爷请了大夫为你诊过，你早年在外流浪坏了底子，此生无孕。你这肚子里怀的，怕不是个鬼胎？这是你老家的阿哥，他都招了。你回京后找个混混想借种生子，温时安虽然糊涂，但还没到替旁人养儿子的地步。天凉了，别被这脏东西坏了胃口。我已经报了官，他逃离流放，偷窃财物，下半辈子就在大牢里过吧。你们这对狗男女都不会有好下场！温时安，你现在摇尾乞怜的样子，真像一条狗。宋令仪，你满意了吗？你养出了一个状元，让他当众羞辱我，让全京城都看我的笑话。我没想羞辱你，我只是想让你知道，这世上的男人不是只有你一个。和离？为了那个小白脸？是为了我自己。跟你在一起，我变成了疯子泼妇，而阿嫣让我明白，我还能做回宋令仪。这侯府的枷锁我不要了。我不签，我不签。只要不和离，你养他一辈子我也认了。我给他加官进爵，求你别丢下我一个人。温时安，心死了，人就老了。我不想再陪你玩浪子回头的戏码了，太累。这一刻我才发现，所谓的权势和夫荣妻贵，在真正的自由面前，连尘埃都不如。令仪，别丢下我，你再看我一眼。如果当年我带秦婉回府那天，你直接打我一顿，或者干脆闹到官府把他赶走，如果你那时候没那么贤惠，咱们之间会不会不一样？温时安，这世上最没用的便是如果。在你决定为了他冷落我、贬低我，甚至纵容奴才践踏我的那一刻，你就已经亲手杀了那个满心眼眼都是你的宋令妻。我改，我已经在改了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我能让他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你要杀的是现在的清婉，可我死在的是当年的别院。夫人，时辰不早了，过了前面那座山就是咱们的新宅子，前面的路我陪你看。走吧。令燕，宋令燕，你回头看看我！他试图在废墟里寻找那个满眼是他的少女。
却不知那个少女早就死在了一个又一个绝望的深夜里。夫人醒了，看着太阳晒的，快去廊下坐着。今日这茶里我特意加了3勺蜂蜜，你尝尝合不合胃口？清甜的很，连药味都压下去了。太傅昨日还问我何时归朝，我说夫人是自由的风，不该再被京城那些高墙困住。我守着风就好，风往哪儿吹，阿燕便在哪儿。你倒是舍得那大好前程。万贯家财，高官厚禄，都不及夫人此时的一笑。后来偶尔在茶余饭后听到温世安的消息，听说他遣散了所有人，整日守着一副旧话说话。那些旧事，听着倒像上辈子的笑谈了。阿燕，咱们明天去南边看看吧，听说那里的花开得更盛。好，都听夫人的。此生此世，山水不相逢，这结局甚好。